婚礼上，他甩出婚检报告，显示我确诊艾滋，5年感情瞬间崩塌。一个女人一生中最憧憬的幸福时刻，莫过于身披婚纱步入婚姻殿堂的那一天。结婚当天，我竟遭遇了无情的抛弃，成了亲戚朋友茶余饭后的笑柄。我的父亲，那位一直为我遮风挡雨的坚强后盾，因承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打击，住进了医院，至今昏迷不醒。我的母亲，她整日以泪洗面，眼中的悲伤仿佛要溢出眼眶，让人心痛不已。而我的妹妹，她本有着美好的未来，却因为我的婚事风波，被婆家无情的退婚，她的幸福也随之化为泡影。这一切的罪魁祸首，仅仅是一段莫名其妙的视频。我叫孙小妍，但平时都喜欢别人叫我孙小，性格大大咧咧的那种，整个一个疯丫头。直到遇到陈可生，我从女汉子变成了绕指柔。如果说有前世今生，那前世的我一定是极爱他的，为了他我可以去死。恋爱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卑微，对他言听计从。知道他的工作不如意，我让家里想办法把他调进事业单位，有一份稳定的收入。没错，我家的条件比他家好太多。我爸爸是事业单位的领导，虽然退下来了，但以前的关系都还在。我妈妈是医生，我妹妹也是医学院毕业的，我呢，则是另辟蹊径的干了洗车连锁的生意，认识不老少的狐朋狗友。结婚前，他问我要多少彩礼，我知道他家是农村的，父母都没有退休工资，在地里干活就有点收入，不干就啥都没有。我告诉他，彩礼我来出，面子给足他们家。因此，本来还反对我们在一起的父母，看着他能拿出20万的彩礼时，他们瞬间欣慰了。至于房子，指望着他买房是不可能的了，毕竟在我们这里一套房少说也得70、80万。好在这些年我赚了不少钱，早就买好房子。当时他还跟我说，一个大男人去住女人的房子会让人说闲话的。我干脆一会做二不休，直接拉着陈可生去房产局，把他的名字加到了房本上。结婚前一晚，我让人把他家亲朋好友一共20多人全部接到市里的宾馆住下，所有的费用都由我来出，但对外我都是说陈可生拿钱。没想到事情就出在结婚的当天。按照司仪的步骤，我和他很快要交换结婚戒指了。在这之前，大屏幕会播放一段我们恋爱的经历。谁想当时大屏幕播放的却是我和一群朋友在 KTV 喝醉酒的视频。视频中，我有些神志不清，肩膀上的吊带裙滑落，露出胸前的一抹白。然后我的朋友大张举着酒瓶，整个人都趴在我身上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他是在疯狂的亲我。就在我们众人还未反应过来时，视频又切换到宾馆的房间内，我以及3个大男人赤果果的躺在床上。当时我就傻眼了，甚至于忘记如何反应，更没有去阻止视频的继续播放。直到陈可生指着大屏幕质问我，我才支吾的说不知道。孙小妍，你个婊子，给我戴了绿帽子还说不知道。啪！随着陈可生话音刚落，他的巴掌便印到我的脸上。我没有，我坚称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总之就是不知道。就在这时，人群中突然有人道：“哪位是孙小妍女士？”大家的目光齐刷刷的聚集到我的身上。只见快递员打扮的人手拿着一个信封走了过来。您就是孙小妍吗？有您的信，请签收。信被陈可生一把抢走。几秒钟后，我看到他的眼神几近喷火。啪！信甩到我的脸上。等我看到内容后，整个人都麻了，眼睁睁的看着信件飘到地上，无动于衷。
有人捡了起来。艾滋病，孙小妍得了艾滋病，她得了艾滋病。快递员送过来的竟然是艾滋病的确诊书。我在大喜的当天成了全场的笑话。父亲当时就被120拉走了，直到现在依然昏迷不醒。我的母亲整日的哭，妹妹的男友则像躲瘟神一样的提出退婚。事情已经过去1个星期，我才稍稍的冷静下来，躺在床上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平日里，我确实有很多的哥们，也确实跟他们相处中没有性别差，但我绝对不是一个放荡的女人。陈可生虽然不是我第一个男人，但在男女之事上我很保守，算上他至今也才有2个男人，哪怕是醉酒下也不会跟好几个男人躺到床上，这点理智还是有的。事后我很仔细的看了视频，喝酒时都是我认识的人，但和我睡到床上的那3个男人却一个都不认识。还有那份艾滋诊断报告也透着不对劲，哪家医院会把艾滋的确诊报告精准投递到当事人的婚礼现场？况且我在婚前是去过医院，但那也只是做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婚前检查，因为我预备着婚后要和陈可生要一个孩子，怎么就成了艾滋检查了？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，门被咚咚的敲响。孙小妍，你赶紧开门，快点开门！门外大声叫嚷声打断我的思路，是陈可生来了。婚礼当天分开后，陈可生还没有找过我呢，这让我对他依旧抱有一丝希冀。他应该不会与我离婚吧？没想到我刚打开门，陈可生就气哼哼的指责我，而他的身后跟着他的父母。好啊，孙小妍，你竟然把房门钥匙换了，你眼里还有我吗？之所以换了房门钥匙，是因为我自己还没有理顺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内心中其实还是不想跟陈可生分开，所以打算先给自己一个空间。等我这么解释后，陈可生非但没有心软，反而口气强硬道：你干出了那样的事，还指望着我要你？别做梦了，我告诉你孙小妍，我绝不会要他。说着，他从包里抽出一份文件，拍到床子上。这是我的艾滋诊断报告，阴性。轰！陈可生竟然没有得艾滋，我的头脑不断的打结。婚前我跟他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没有发生关系，一则是因为我正赶上月经期，二则也是因为想要孩子，医生建议我们先分房睡，然后调养到最佳状态再合房，这样生出来的孩子会比较的聪明。陈可生，你听我说，事情可能不是这样的，一切也许是个误会。我试图解释，尽管知道这样的解释很无力。孙小妍，你他妈的要不要点脸？我现在看到你就恶心，给老子戴绿帽子不说，还弄了一身的脏病。我没有。他的话让我几近于崩溃。然而在他甩出已经拟好的离婚协议时，我整个人彻底傻了。上面竟然清楚的写着把我现在的住房一次性补偿给陈可生，另外还要再归还他20万的彩礼钱以及20万的精神补偿费。我紧紧握着这份协议，一脸的不敢相信。20万的彩礼钱是我出的，你忘了？陈可生见我这个样子，他脸上露出得意。不成想他还未开口，他父亲直接开口了：孙小妍，我们老陈家找了你这么一个儿媳妇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现在你怎么能把我儿子辛苦攒出的彩礼钱说成是你的？什么？下一秒，无耻！我真想对着陈可生骂，可从心底来讲，我还想与陈可生在一起。毕竟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爱过一个男人。深吸一口气，我耐着性子对着陈父道：叔叔，我不知道陈可生是怎么和你们说的，但彩礼钱是我自己出的，
给陈可生在我父母面前走个面。说完这话后，我脑里突然闪过什么？难道说陈可生与他父母在明知真相的情况下，合着伙来我面前演这么一出戏？不，我和他是有感情的，他不会这样做。你放屁，孙小妍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勾引我儿子不说，现在出了这样的丑事，还要黑我们家的彩礼钱，你怎么不去死？陈可生的妈妈突然跳出来对我破口大骂，我愣在原地。这还是那个第一见我就嘘寒问暖的准婆婆吗？她在婚前还直拉着我的手说要给他们家生3个孩子，说陈可生就是独苗，未来老陈家的香火就靠我了，所以我才那么积极的备孕，去医院做各种检查。阿姨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？向来坚强的我已经快挺不住了，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，慌乱的抓住陈可生的手。陈可生，你告诉叔叔阿姨彩礼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帮我解释啊！我已经到了语无伦次的地步。啪！陈可生无情的甩开我，你这个艾滋患者，不要碰我！事到如今我已经百口莫辩。行了，孙小妍，你真让我恶心。现在只要你签了字，今后我保证不会对别人讲你的那些丑事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个男人，你跟我睡过觉的。他讲的这还叫人话吗？陈可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耻了？我不敢置信地望着他，许久后才缓缓道：陈可生，我并不在乎钱，如果你想要，可以全部都给你。说到这里时，我突然看到他眼里的光芒，但是我顿了顿，事情还没再弄清楚之前，我不会和你离婚的。最后这句话算是彻底的激怒陈可生，他一把拽住我的衣领。孙小妍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眼泪啊，今天不签字，我就让你的洗车行开不下去。我不在乎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我的心是死的。不欢而散后，陈可生快速行动，很快我的洗车行门前被人贴了老板得了艾滋病，谁在这里洗车谁会传染。我报警，然而警察来了也只是以家庭纠纷劝解的方式解决。洗车行的员工见到这样的事，一些新来的人纷纷提出辞职，一些老人倒是表示要跟定我。可被这么一闹后，洗车的人越来越少，好事无人问，坏事传千里，连我妈都打来电话骂我：孙晓，你从小就像个男孩子一样，跟男孩子疯玩，妈都提醒你多少次了不要这样，现在弄出这么丑的事，你今后可怎么办啊？妈，你也不相信我吗？妈不是不信你，那视频拍得那么清楚，还有诊断报告也是咱们市最大医院出具的。你爱，还有你妹妹，她将来还得嫁人啊。听妈的，陈可生要钱你就给他，你坚持不离婚，也没有男人愿意。没等我妈说完，我已经把电话挂掉了，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。现在连最亲的妈妈也不支持我了，可就这么跟陈可生离婚，我真的不甘心。然而坚持并没有持续多久，我的妹妹自杀了。赶到医院的时候，我妈二话没说就给了我一巴掌。都是你干的好事。我没有辩解，而是问道：妈，小晴怎么样？好不容易抢救回来一条命，我先去看看。说着，我就推开病房门，我妈拦在门外，冷冷道：小晴不想见你，你回去吧。妈，你就让我看看小晴，我看一眼就走。我在门外央求着：你滚，你滚，我没有你这个姐姐。妹妹不知何时醒了，撕心裂肺的吼叫传来，妈妈赶紧去安抚，我愣在原地一动不动。该怪谁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指甲嵌进肉里，我竟一点未感到疼痛。许久后，我才恢复过来。对了，我现在不就在医院吗？我何不再做个抽血？
万一上次是个意外呢？正常的人都是闻艾滋色变的，和3个男人睡觉的事反而只是道德问题。我赶紧挂号抽血。咦，你是孙晓？刚把胳膊露出来，就听到有人叫我，微蹙着眉头，我看向刚刚出生的护士，认真的在脑海里搜索着。孙晓，我是刘欣欣啊，你不认识了？刘欣欣，好熟悉的名字，可我怎么都没想起来。他又道，也是，你家条件好，怎么会记得我呢？刘欣欣又接着解释，原来我家和他家曾经是邻居，后来我爸爸的官越做越大，单位分了新房子后我们就搬走了，这么些年也没有联系。他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有点印象。小的时候我就是假小子，身后总是跟着一群小跟班，打架欺负人的事也没少干。刘欣欣家就她一个女孩，如果我没记错，好像还骂过她呢。哎，都是小时候的事，谁能放在心上？我爽朗一笑，遇见就是缘分，咱俩加个微信，有时间一起吃个饭。换成以前的，我会直接邀请他晚上吃饭的。可现在我一身的问题没解决，实在没那个心情。刘欣欣倒也没多说什么，而是看了看我的化验单，怎么检查这个？我淡淡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检查结果要明天上午才出来。说实在的，我真的很期盼着这个结果。万一只是个误会，陈可生兴许就不会与我离婚了，妹妹也会认我这个姐姐了。晚上，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翻看手机，内心却是焦躁不安的。没想到在这时却收到了刘欣欣发过来的消息：孙晓，明天我下午3点接班，要不你那个时候来拿报告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心里暗自疑惑。这时他又发过来消息，咱俩是从小的邻居，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，如果是确诊的艾滋，医院是要实名登记上报疾控中心的，当然是会保护你的隐私，可我怕。我立刻明白了刘欣欣的意思，她在保护我。这病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，刘欣欣肯定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得这种病。好的，那我就下午3点过去找你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刚要穿鞋出门，手机就响了，见是一个陌生号码，我有点犹豫是不是接，毕竟我现在身上的烂事太多，实在不想与其他的人接触。可来电之人不死心，第2遍时我接了，喂，你好。几分钟后，我愣在原地，直到对方催促我时，我才慌乱的应道：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眼看着还有半个小时就到3点了，但我却出现在一家复印社的门口。孙小姐，你来啦，快进来。大叔认真的招呼我进门，紧接着他就给了我一份文件袋。孙小姐，东西都在里面呢，U盘里是复制的视频。接过文件袋后，我立刻从包里拿出1万块，叔，真的要谢谢你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说啥呢？大叔一脸的严肃。孙小姐，你救过我孙女，感激都来不及，咋还能要你钱呢？就在我们推拉中有客人进来，大叔见状马上示意我不要再多说了。我话也不多说，大叔这边日后再感谢，眼下我要弄清真相了。车上，我把 U 盘接到转换口上，很快车载屏幕开始播放。只见一个男人神秘兮兮的来到这家复印社，交给大叔一张纸。大叔在电话里跟我说了整个过程。男人要求大叔按照他手里的文件批出一份一样的，只是在结果那一栏把阴改成阳。大叔疑惑的接过文件一看，他立顿就慌了，因为他看到文件的名字竟然是我的名字，而我又救过他溺水的孙女，救命恩人的名字他时刻牢记在心。大叔按照他的要求批完后，又偷偷的扫描了一份原件，待女人走后立刻打电话跟我求证。
事情就是这么的巧。而视频中的男人，哪怕是戴了口罩，我也一眼就认出他就是陈可生。陈可生竟然拿着我马上要取的报告，把阴性改成阳性。他妈的！我敢肯定，婚礼当天的报告也是他搞的鬼。在联想到陈可生之前和他父母一起来要房子要钱，我仿佛置身于巨大的阴谋中。医院，我从刘欣欣手中取到化验单，他表情复杂的看着我道：“孙晓，你的这份报告要求实名上报，怎么会这样的？”我没有跟他解释，是因为人为的篡改了报告。陈可生到底是怎么神通广大的先搞到报告的，我还没有搞清楚。这个时候就更不能跟外人说太多了。释然一笑，没有过多的解释，转身而走。回去的路上，我联系了一名私家侦探，我让他找一个艾滋感染者，必须是男人。私家侦探虽然见多识广，但还是被我的要求吓到了。有钱可以使得鬼推磨，3万块让私家侦探不再犹疑。第二天早上就告诉我已经找到人了。在我提出要求后，对方开口便是10万，我也爽快的答应了。陈可生想谋求的是我的几百万，用10万让他后半生永远都活在痛苦中，很值。谈好价格后，我便让那人等我电话。随后我给陈可生打了一个电话：“陈可生，我想跟你谈谈。”我这么说他肯定会答应的，毕竟他的目的还没有达到。现在我就是给他机会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陈可生答应与我见面。我告诉他只能一个人来。君悦酒店豪华总统套房，陈可生敲响房门。在此之前，我特意把眼睛弄得红红的，看起来像是刚刚哭过。你来了，我一脸悲伤的打开门。陈可生进门就被套房的豪华吸引，欣赏了好半晌才注意到我。孙晓，你约我来这么豪华的地方，不会是指望着我还能睡你吧？我心底冷笑，睡我？不是别人睡你。陈可生，难道你就不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的哭腔装得很像，眼见着陈可生得意地坐到沙发上。老公，我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很不光彩，但看在过去的感情份上，求你原谅我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这个病只要做好防护措施就不会传染，还可以生孩子呢。话音刚落，陈可生像是看笑话一样的瞅着我道：“孙晓妍，我看你是脑子坏掉了吧？你把我陈可生当成什么男人了？深山里取不到老婆的光棍，饥不择食吗？不是，我不是陈可生，我再度想解释。”陈可生大手一挥：“行了，就说你今天来找我的目的吧。如果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，孙晓妍，我会让你在这个城市待不下去。”听到些话，我眼神中透着恐惧。不，你别。我装出被他吓到的样子。陈可生，你要房子我可以给你，失去你，我要钱干嘛呢？我都给你。语气上我拿捏得很好，一步步的引导着陈可生进入我的圈套。他见我态度卑微，目的马上就能达成，悠哉的端起茶水浅酌一口道：“房子产权归我，你另外给我30万以及20万的彩礼退回。”怎么变成30万了？我一脸的震惊，同时对陈可生的贪得无厌感到恶心。孙晓妍，不过就是比原来多出10万，怎么你就差这10万吗？我赶忙表示同意，同时看了看不远处的袖珍摄像头，同时又给陈可生倒了一杯茶。陈可生，这茶是正宗的大红袍，我知道你平时不怎么喝茶，但5万1斤的茶真的不要浪费。如果我们2个不出这些事，结婚当晚可能就在这间总统套房度过了。我装出一脸惋惜的样子，彻底的抓住陈可生贪婪的本性。孙晓妍，你果然对我隐瞒很多，
竟然还有5万1斤的茶叶。说完，他直接把茶水一饮而尽。见状，我真为自己不值，他配不上姐。茶叶是以前别人送爸爸的，都怪我。爸爸他还躺在医院，老家的房子也要拆迁，800万的拆。我像是自言自语，却在最关键的地方戛然而止。陈可生立刻感兴趣地问道：“孙晓，什么800万？”我装作瞒不过去的样子，索性全招说了。我告诉他老家祖宅要拆迁，初步评估会得到800万的拆迁款。只是我现在出了这么一档子事情，我妈已经放出话，说什么我不争气，1分钱都不会给我。陈可生本来就不大的眼睛转了转，随后他又给自己倒了杯茶，一饮而尽。孙晓，我对你也不是没有感情的，可是你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换成扑通，只说了一半话的陈可生晕了过去。我满意的拿起手机，嘟嘟几声后道：“上来吧。”说完后，我便收拾东西离开。几个小时后，我得到了视频，10万块如约转出。看着视频中陈可生被摆出各种姿势，我的嘴角泛起冷笑。第二天一早，陈可生便给我打电话，他抱怨说我怎么走了也不说一声，看来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则是在电话中约他一起去离婚，他立刻表示不同意离婚了，说什么经过昨天的深入聊天后，他发现自己离不开我，哪怕我曾经做过背叛他的事，他都可以原谅我。不，陈可生，我不能对不起你，何况我现在还感染了艾滋，怕传染给你。陈可生见无法说服我，就表示会亲自登门向我道歉，还会带着他的父母一起来。我则是约他下午的时候见一面，把房子产权过给他，别外再给他一个50万的卡。陈可生满口答应见面，但却说绝不要我的房子和钱。之所以我要一而再的拿捏陈可生，是想知道他是如何造假检查报告的，背后肯定隐藏着我所不知道的事，不然我可以马上拆穿他所做的一切。然而我还是低估了男人的无耻。我与他约在医院附近的咖啡馆，见面后我就把银行卡推到他面前。这个是我事先答应你的，房产中介也找好了，一会儿我们去更改一下房照就行。老婆，你不要这样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没有在婚礼当天保护好你。无论发生了什么，那都是我们婚前发生的，今后咱俩好好过日子，我不会跟你分开的。说着，他竟然还要握住我的手。妈的，幸好我及时躲开了。别说了，我别过头，不想再听他继续下去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快递员推门而入，他四目张望道：“请问这里有一位叫孙小妍的女士吗？”我装作一脸茫然的接过快递，嘴里面还嘟囔道：“怎么回事？快递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的？”等我打开快递后，立刻傻眼了。几秒钟后，我的双眸几近喷火，把照片全部甩到陈可生的脸上，愤怒道：“陈可生，是你传染给我的，是你！照片全部是昨天我花10万雇那个人拍的，同时在这份快递里面还有一个 U 盘，内容我一早就看过的。今天的快递员精准投递，完全就是我自导自演。我要把陈可生所有加注到我身上的全部还给他。”没想到，我的身后也传来一声暴喝：“畜生！你竟然干出这样的事！”是陈可生的父母来了。我在赴约之前就给陈可生的父母打电话，告诉他们我会满足陈可生的要求，但需要他们二老到场做个见证。陈可生父母不疑有假，我还嘱咐他们千万不要告诉陈可生，要给他一个惊喜。所以刚才的照片被他父母全看到了。爸，我陈可生也一脸的不敢相信，他拿起照片看了又看。老婆，
这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是昨天的总统套房，怎么会这样？随即他像是想起什么一样，是他，一定是他搞的鬼，他妈的，我要杀了他！你说的是谁？看来陈可生的幕后真的有其他人，我倒要看看是谁。走，你们都跟我走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就这样，陈可生带着我与他的父母一行人来到了医院化验室。我看到了熟悉的脸，刘欣欣，竟然是他！刘欣欣，你个贱人，给你出来！你他妈害老子！你害老子！陈可生像是疯了一样的大声叫嚷。你们怎么会来这里？刘欣欣慌忙的走出来，他看看我，又看看愤怒的陈可生。啪！话音刚落，陈可生的巴掌就打到刘欣欣的脸。是你陷害我，对不对？你想以此威胁我要钱？刘欣欣刚想要说什么，陈可生又是一巴掌打过去。周围全是看热闹的人，我则冷眼旁观着一切。万万想不到，与陈可生一起联合的人竟然是刘欣欣。我与他前不久才只见过一面，是什么样的仇让他这么害我？打了好一会儿后，医院的保安赶过来，把陈可生拉开。刘欣欣则满脸是血的从地上爬起。陈可生指着他，对我喊道：“孙晓，你没有艾滋，是刘欣欣造的假，是他要害你的。”他这么一说，周围的人立刻开始窃窃私语。艾滋造假？我没听错吧？这可是咱们市最大的医院啊！以后还让别人怎么敢来这里检查了？太可怕了！我一脸的茫然，依然装着无辜的样子道：“陈可生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刘欣欣她是我的发小，我们那么多年没见面了，她怎么能害我呢？老婆，刘欣欣她恨你，恨你小的时候欺负过她，后来得知我和你要结婚，便主动勾引我，说什么娶了你这个假小子，还不如找他这个护士，还给我出主意，谋求你的财产。”陈可生被架住，肢体动作得到限制，不过他还是努力把话说完。他说：“刘欣欣在得知我同意把房子与钱都给他后，竟然让人搞他拍下照片，为的就是掌握他的把柄，今后威胁他要钱。”不得不佩服陈可生的脑补，他这脑子不去编剧本真可惜了。原来昨天陈可生在来赴约之前就告诉刘欣欣在哪家酒店哪个房间，所以他现在满心的认为刘欣欣来了一个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刘欣欣傻眼了，围观群众发出声声议论，我则是一脸的不敢置信看着刘欣欣：“为什么你要害我？你知不知道随意的伪造检验报告是犯法的行为？”刘欣欣很快回应我：“孙小妍，凭什么你生下来就比我有优势？小的时候欺负我的事你都忘了吧？可是我没忘，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你，为的就是有一天可以报仇。你疯了？小孩子的事情也当真？”此时的我不是装的，而是发自内的不敢相信。你让人往我的眼里扔沙子，只因为我不小心把你们玩的火给弄灭了。还有你让人恐吓我的事，你都忘了吗？鲜血顺着刘欣欣的嘴角流出来，说话的时候，我看见她牙齿的缝隙里全是鲜血。突然间，我深深的向她鞠躬：“对不起，是我的不对。”怎么也没想到小时候的事竟然给他造成这么大的困扰。说白了，刘欣欣也是个傻子，报仇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，他偏偏选了最蠢的那种。由于我们闹的动静太大了，惊动了医院的领导，后来我们全部被带到了派出所，做了一个例行的笔录。在派出所门口，陈可生一脸不甘地看着我：“老婆，虽然刘欣欣不承认是他找人搞的我，但请你原谅我，求你原谅我。”见我不为所动，陈可生竟然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：“孙晓，求你原谅我，求你原谅我。”
边说边给我重重的磕头。事到如今，我自然不可能跟陈可生在一起，更何况拨开了感情迷雾后，我对这个男人的所作所为只感到恶心。可眼下还有一件事需要也去做。陈可生，既然视频中那3个男人也是你们找来的，实际上我和他们并没有发生什么，还有艾滋的误会，这些你得给我解释清楚才行。我明白，老婆，你要我怎么做都行，只要你不离开我。我让陈可生透过本地公众平台发布一个清晰的澄清视频，解释清楚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他二话没说，立刻照做。同时，他又向我所有的亲戚朋友解释了事情的经过，说一切事情都是刘欣欣让他干的，他一时糊涂才干出这种事。然而，我却对他避而不见，始终不答应他复合。半个月后，我再度来到派出所报警。陈可生所有的罪行都已经收集完毕，还有他亲自承认干了这些事情的视频，铁证如山。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，对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、人身损害。陈可生被抓了。至于刘欣欣，这半个月内我让人调查了一下刘欣欣的情况，毕竟是我欺负在先，他报复在后，所以我要搞清楚是什么让他如此记恨我，这么多年都无法忘怀。反馈来的事情让我难以相信。刘欣欣的父母离异，她跟着妈妈改嫁，在后来她15岁的时候，继父被抓了，原因竟然是伤害了幼小的她，她因此得了抑郁症，这么多年一直靠药物维持着，时好时坏。继父的事情对他的伤害很深，他肯定是从那个时候出现心理变化的。长大后对小时候所有的不愉快耿耿于怀，越想越难受，所以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。了解到这个情况后，我真的有些难过。说来，她也是个可怜的女人。自从那天陈可生在医院打了她后，刘欣欣便被开除了。不过由于她有抑郁症，情况很严重，因此警方不予抓捕，只是责令家人必须送她去治疗。至于陈可生，他才是那个最该死的人。在他被抓后，我把那天总统套房的视频转到他家族群，然后就退出了。同时，他在检查身体的时候被查出患有艾滋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高兴得不要不要的。实际上，我完全可以在陈可生揭露与刘欣欣一些谋害我的时候，就把他得了艾滋的事透露出去。可我知道，艾滋感染在一定时间内通过打阻挡针能预防。我当然不会那么便宜陈可生，就是坐实他的病，再让他知道。我向陈可生提出了诉讼离婚，要求他赔偿我的经济损失100万元。他是拿不出这个钱的，但我要让他哪怕是出来后也彻底翻不了身了。最后，坏人得到了报应，陈可生被判了3年，我也与他离了婚。听说他在里面过得生不如死，没人愿绝亲近一个艾滋患者，经常的被打。我的生活也回归了平静，家人原谅了我，可我的爸爸彻底的瘫痪在床，永远都无法恢复正常的生活了。井号重生之爱与成长，坏人得到了报应，陈可生被判了3年，我也与他离了婚。听说他在狱中饱受折磨，作为艾滋患者，受尽了其他犯人的排挤与欺辱，日子过得生不如死。而我的生活也终于在风雨过后回归平静，家人原谅了我，可爸爸却因那场巨大的变故彻底瘫痪在床，再也无法恢复往昔的活力，只能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无声地承受着命运的残酷重击。在爸爸病床前，我紧紧握着他那布满青筋、略显枯瘦的手，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。曾经，他是家中的顶梁柱，
高大伟岸，为我们遮风挡雨，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。可如今，他却只能被困在这一方小小的病床上。我看着他那日渐憔悴的面容，心中满是愧疚与心疼。我在心底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让爸爸的余生尽可能的舒适、快乐，倾尽所有去弥补他所遭受的痛苦。妹妹小晴也逐渐从自杀的阴影中走了出来，经历了这场生死考验，她仿佛一夜之间褪去了青涩，变得成熟而坚强。我们姐妹俩的关系在历经风雨的洗礼后变得愈发紧密。那些日子里，我们常常围坐在爸爸床边，轻声回忆着小时候的点点滴滴，曾经那些因年少不懂事而产生的矛盾与隔阂，在这一刻都如轻烟般消散。小晴会细心地为爸爸擦拭身体，动作轻柔而专注，还会兴致勃勃地陪他聊天。尽管爸爸无法回应，但他依旧滔滔不绝，仿佛爸爸能听懂他的每一句话。看着妹妹的转变，我感到无比欣慰，也愈发珍惜这份失而复得的亲情。我重新全身心地投入到洗车连锁生意中。那场恶意风波过后，洗车行的声誉一落千丈，员工们纷纷离去，顾客也如潮水般退去，店铺冷冷清清，一片萧条。但我骨子里就有股不服输的劲儿，我深知只有靠自己的不懈努力，才能重新赢得大家的信任，让洗车行重焕生机。我对洗车行进行了全面整改，从服务流程的每一个细节入手，反复琢磨优化，力求给顾客带来更便捷、更优质的体验。同时，我积极组织员工培训，提升他们的专业素质和服务意识，让每一位员工都能以饱满的热情和专业的态度迎接顾客。为了吸引顾客，我还精心策划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，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大力宣传。不仅如此，我还逐一联系老顾客，诚恳地向他们解释事情的真相，用真心去打动他们，邀请他们再次光顾。在无数个日夜的努力与坚持下，洗车行的生意终于逐渐有了起色。新顾客被我们的诚意和改变所吸引，不断涌入，老顾客也被我的执着所打动，纷纷回流。曾经冷清的店铺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，看着进进出出的车辆和员工们忙碌而充满干劲的身影，我知道一切的努力都没有白费，生活似乎正朝着好的方向稳步前行。然而，命运总爱出其不意地掀起波澜。一天，洗车行正忙碌的时候，陈可生的家人突然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。陈可生的母亲满脸怒容，一进门就开始大声指责我，说我狠心将陈可生送进监狱，让他们家蒙羞，在村里抬不起头来。说着说着，他竟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撒泼哭闹起来，叫嚷着要我给他们一个说法。我静静地站在原地，冷静地看着他们，心中没有一丝波澜。经历了那么多，我早已不再是那个轻易被情绪左右的人。我不卑不亢地告诉他们，陈可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，我只是在维护自己最基本的权益。如果不是他心怀不轨，做出那么多伤害我的事，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。他们见我态度坚决，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，又闹了一会儿，最终只能悻悻地离开了。但这件事还是在我的心中掀起了一丝涟漪，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段痛苦不堪的过往。那些被背叛、被污蔑的日子，仿佛如影随形，即便已经过去，仍会在不经意间刺痛我的心。为了彻底摆脱过去的阴影，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，我决定带着家人出去旅行。我们选择了一个风景秀丽的海滨城市，
那里有一望无际的大海，海浪翻涌着洁白的浪花，向岸边奔涌而来。金色的沙滩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细碎的光芒，清新的空气弥漫在每一个角落，带着淡淡的海的味道。爸爸坐在轮椅上，我和小晴一左一右，小心翼翼地推着他，漫步在柔软的沙滩上。海浪拍打着海岸，发出悦耳的声音，那有节奏的声响，仿佛是大自然为我们演奏的一首治愈的乐章。妈妈跟在我们身后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她看着我们，眼中满是幸福与欣慰。在海边，我们一起动手堆沙堡，我和小晴像孩子一样嬉笑打闹着，用沙子堆砌出各种形状。爸爸看着我们，眼中也闪烁着笑意。虽然他无法言语，但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快乐。我们还一起沿着海岸线捡贝壳，每发现一个独特的贝壳，都会兴奋地互相展示。这次旅行让我们一家人的心靠得更近了。那些曾经的伤痛，在这片温暖的海滨天地里渐渐被抚平。我也更加坚定了要珍惜眼前生活的决心，不再让过去的阴霾影响我们未来的日子。回到家后，我继续一心扑在洗车行的生意上。经过那次旅行，我仿佛充满了新的能量，对洗车行的发展有了更多的想法和规划。我不断尝试新的经营策略，引入先进的洗车设备和技术，提升洗车的效率和质量。同时，我还注重打造洗车行的文化氛围，在店内布置了一些绿植和艺术装饰，让顾客在等待洗车的过程中能感受到舒适与惬意。在我的努力下，洗车行的生意蒸蒸日上，不仅在本地站稳了脚跟，还吸引了不少周边城市的顾客慕名而来。随着生意的日益红火，我开始考虑将洗车行的业务拓展到其他城市，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我们优质的服务。在拓展业务的过程中，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难，资金的筹备、店铺选址、人员招聘与培训等问题，一个接一个的摆在我面前。但我没有退缩，凭借着自己的毅力和决心，逐一克服了这些难题。我四处奔波寻找投资，与房东洽谈店铺租赁事宜，精心筛选和培养员工。每一次克服困难，都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我们在周边的几个城市陆续开设了分店，洗车行的规模不断扩大，品牌知名度也越来越高。随着事业的稳定发展，我也开始更多的关注社会公益事业。我想起了刘欣欣，那个因童年阴影而走上错误道路的可怜女人。她的遭遇让我深感痛心，也让我意识到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像她一样的人，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关爱。于是，我决定成立一个公益基金，专门帮助那些遭受过心理创伤的人。通过这个基金，我们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，联系优秀的心理医生为他们进行1对1的治疗，为经济困难的患者提供治疗费用，让他们不会因为没钱而放弃治疗，还组织各种心理健康讲座和活动，帮助他们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，走出心理的阴霾。每当看到那些曾经被阴霾笼罩的人，在我们的帮助下逐渐走出困境，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时，我都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满足。我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正在改变着他们的人生，这份成就感让我更加坚定了在公益道路上走下去的决心。多年后，当我回首往事，那段痛苦的经历虽然依然刻骨铭心，但它已经不再是我生活的主旋律。它如同一场暴风雨，虽然猛烈，但也让我在风雨中学会了坚强，
让我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拥有的一切。我知道生活中还会有挑战和困难，但只要心中有爱，有家人的陪伴，有对未来的信念，我就有勇气去面对一切。因为我已经从那段黑暗的日子里走了出来，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光明未来。而我也将带着这份重生的力量，继续在人生的道路上勇敢前行，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。